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是受持续高通胀影响，瑞士央行本月降息概率降低，通胀率为 1.4%， 与去年同期持平，高于预期，央行或维持利率不变。接下来这条，欧佩克加宣布提前增产，令油价持续下跌，因市场担忧供应过剩。尽管需求前景存在持续担忧，且外部供应强劲，但该联盟计划最早从10月开始解除减产。随着竞争供应激增，一些分析师质疑欧佩克加是否真的能够增加产量。下一条，科技股10余年来一直主导着市场，但根据美银，科技股的强劲表现可能开始蔓延到股市的其他板块。让我们关注英特尔首席执行官在台北电脑展上发布新产品，以对抗英伟达等竞争对手。英特尔展示了新的 Xeon 6数据中心处理器，并声称其性能优于竞争对手。首席执行官 Gelsinger 还驳斥了英伟达关于传统处理器已过时的说法，并强调了英特尔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关键作用。接下来这条，美国经济不再令华尔街意外上涨，经济共识已从预测者追逐数据走高转向下调乐观程度，因为近期数据显示各指标的活动正在降温，这浇灭了经济增长连续第2年意外加速的希望。下一条，前总统特朗普因在纽约被判犯有34项重罪，其艰苦的竞选之路变得更加艰难。接下来这条，随着利率升至10年高点，企业财务主管发现金钱确实可以生钱。在标准普尔500指数中，近 10% 的非金融企业在第一季度的利息收入高于债务支出，超过36家公司。虽然这一数字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，但这些公司的利息收入，包括 Alphabet Inc、Tesla Inc 和 Johnson & Johnson， 增长了约 60%。 让我们关注，尽管鹰派言论和强劲经济数据动摇了市场对降息的预期，但大多数经济学家仍预计本周首降后将进行季度降息。让我们关注，近期 GameStop、GME 股价因投资者增持而上涨，引发了市场波动。同时，纽交所出现故障，导致多只股票停牌。尽管如此，市场仍然处于动荡之中，投资者面临着美联储会议、经济不确定性和市场领导层收窄的影响。下一条，特斯拉5月份在中国售出电动汽车72573辆，同比下降 6.6%， 为连续2个月同比下降。让我们关注，受近期美国经济表现可能开始出现疲软迹象的影响，美国股市周二开盘走低。让我们关注，印度股票市场暴跌，市值蒸发3860亿美元。因计票显示，总理莫迪所在的执政党在全国大选中难以赢得多数席位，该结果令人震惊。此前出口民意调查显示他将以压倒性优势获胜。最后一条，华尔街活跃管理者面临困境，为跑赢指数，他们转向高风险策略，压住少数几家表现良好的公司。这种小盘化投资策略虽然提高了跑赢基准的几率，但也会放大做错决定的后果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